放在以前，王一博绝对不相信自己有胆量去放映厅看恐怖片，还是韩国产的恐怖片。这么说吧，摩托车手罗西是他男神。有次采访记者问，如果罗西要你陪他看恐怖片，你去吗？当时他也不过才犹豫了2秒，就回答：我在门口等他。他怕鬼怕到什么程度？睡觉要开着电视，开着灯。从前在团里被人用女鬼整蛊，他吓得半个月不敢自己睡觉，轮流去哥哥们的房间蹭床。好在大家都很宠他，虽然嘴上嫌弃的要死，也还是很贴心的分一只胳膊给他搭着睡觉，所以他绝对不会自己作死去看鬼片。好在大家都很宠他，虽然嘴上嫌弃的要死，也还是很贴心的分一只胳膊给他搭着睡觉。没错，最近他时常会高估自己的定力，比如打定了主意不再靠近肖战，没坚持半个月就破功。明明听到他亲口说自己是蓝战替身，既伤心又愤怒，发誓绝对不再没出息的凑过去，跟聂导吃饭，跟温宁打游戏，跟蓝大去玩卡丁车，想要证明没有肖战的生活并不会有任何改变，同时又难以抑制地期待着对方能先来找自己。但是没有，仿佛有他没他对肖战而言也并无区别，自始至终都是他一个人在纠结，在挣扎，在演一场独角戏，伤心愤怒都渐渐变成绝望。即便如此，李祖录综艺的时候都还是时刻紧握手机，生怕错过对方一条信息，一个电话，卑微到自己都瞧不起自己，但又真的无法控制，像是被困住的小兽，无论怎样努力地向远处奔跑，都还是会轻而易举地被转移回原地，回到有那个人在的地方。在练舞室撕心裂肺地唱男孩，视频很快被传到网上，粉丝都在下面猜他恋爱了，全世界都能看明白，只有那个人不懂，却又不敢让他懂，只怕连朋友都没得做。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初见被他眼中温柔的笑意打动，却也仅此而已，并没有什么一见钟情日思夜想。偶尔看他朋友圈晒猫，只觉得可爱，可爱的人养了一只可爱的猫，不曾留言也不曾点赞，就站在远处静静看着，从未奢望过更多。所以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努力争取到与他合作的机会，两个人渐渐熟悉，天天打架也不觉得无聊。自己不是需要人照顾的类型，习惯了一个人，习惯了不示弱，但肖战总是能够打动他，让他不由自主露出最柔软的一面，仿佛一下子回到小时候，变得幼稚又情绪化，小心翼翼享受着对方的关注、照顾、袒护、信任，哪怕这一切都不是因为他王一博，仅仅是因为他演的那个角色，也还是让他心甘情愿地往下陷。我保护你好不好？只能用白眼去掩饰内心的动容。这样轻又这样重的一句话，那一刻哪怕眼前是万丈深渊，他都愿意毫不犹豫地跳下去。到底是什么时候陷到这样深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就像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去看鬼片，几乎淡忘的恐怖记忆重新涌入脑海。都快夏天了，生生被吓得浑身发冷，手脚冰凉，死命拽着身边男人的手臂，像是溺水的人抓着仅有的依靠。肖战察觉到他状态不佳，但他本能的不肯示弱。然而在空无一人的酒店走廊里，有突然赌气一样的不管不顾起来。凭什么只是他一个人在害怕？凭什么只是他一个人在挣扎？凭什么那个家伙每天云淡风轻，若无其事，却又可以轻而易举牵动他所有情绪？既然入戏太深，既然把他当作蓝忘机，
那就玩彻底一点好了。他从肖战身侧灵巧地挤进房间，往床上一坐。今天我就睡这了。肖战一副瞳孔地震的样子，开什么玩笑？没看玩笑。他直直望进那双漂亮的眼睛里。战哥说话要算数，我说什么了？他看着肖战慌里慌张的样子，居然觉得痛快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你知道我怕黑又怕鬼的，平时睡觉都要开电视。今天你带我看了恐怖片，难道让我一个人睡吗？我会心梗的。”肖战的表情好像在说：“可是你在我这里睡的话，心梗的人就是我了啊。”他一脸茫然又无害的样子。战哥，我又不是女的，你那么紧张做什么？肖战脸上一阵红一阵白，煞是精彩。最后终于认命地闭了闭眼睛，关上了房门。王一博，我服。睡觉前，肖战又去把空调温度调高了一点，嘴里说着：“我比较怕热，如果你觉得冷，我再给你拿床被子。”不用。王一博把自己往被子里塞了塞，看着肖战也钻进来，躺在自己身边。他怔怔地看着，轻声说：“这样就很好。”肖战征求他意见：“可以关灯吗？”他点了点头。四周围陷入黑暗，王一博突然紧张起来，被子下面的手本能地抓住了男人的手腕，感觉到肖战同时间转过头来。你为什么这么怕黑？他看不到对方的眼睛，只有模糊一个轮廓，但手心传来的温度已足以让他心安，远胜过中央五套的声音，远胜过那一簇灯光的安慰。他说：“刚去韩国的时候太小，也没什么朋友，晚上睡觉就很害怕，必须要开灯，要听着音乐，否则就一直睡不着。可能是习惯了，完全的安静反而会让我失眠。那又为什么怕鬼呢？有人吓唬过你吗？我收到过带血的衣服。”他笑了笑，仿佛所说之事并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不用那么惊讶。在韩卷这不算什么。有一年我们去泰国演出，在舞台上被人泼了红油漆，当时我以为是血，吓懵了都。良久，他才听到一声低低的叹息。他小心翼翼地问：“我是不是很没出息？”怎么会？肖战提高了声音，像是在强调什么。你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小朋友，我好佩服你。他刚要抗议小朋友3个字，却听肖战又说：“你像一颗发着光的星星。录101的时候，我看你跳了2支舞，知道吗？王一博，你真的会发光，你让我想到星星，闪亮，夺目，但又很安静。”他咽了咽口水，听着肖战自言自语一般的絮叨，感受到脉搏开始缓缓加速。你那么小就进了这个圈子，这么多年肯定经历过很多我不能想象的事情，你我都清楚这个圈子是什么模样，但你走到今天，依然简单纯粹，依然真实，依然有所坚持。这是在我看来最珍贵的东西，你一定会大红大紫的。他想要说话，开口却只有沙哑的气音。战哥。肖战翻转了手腕，轻轻握住他半边手掌，听声音似乎是在微笑。王一博，你真的特别好，特别好，希望你一直都是那颗耀眼的星星，让我抬头就能看到。肖战没再继续说下去，而他只是努力克制着胸口起伏奔腾的情绪，在这样的静默之中，感受着对方温暖干燥的手指轻轻搭在自己手心，他终于发出声音：“战哥。”肖战迷迷糊糊应了一声，似乎快要睡着了。弟弟爱你。耳边的呼吸声逐渐变得均匀而缓慢，是真的睡着了吧？他兀自笑了笑，在黑暗中慢慢闭上眼睛。我爱你。